和你亲生父亲朱和平当年的确是好兄弟，但是案可能都是他做的。你怀疑你的老师在演戏？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在帮朱和平。我不管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想把毕鑫找回来。请您告诉我，朱和平到底在哪里？我真的没和朱和平串通。这回朝珠啊，我最喜欢了。不管走多远，不管走到哪儿，到时候准得回来。毕鑫，丁队，老师明不在机场。让一下。等一下。我不知道该叫你朗教授，还是叫你杀人医生。你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比我想的还聪明。我原本想等我上了船，你才能发现。我曾经想象过无数次，干尸案的凶手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想到，还有朱和平，还有我养父。对不起。Mana kau punya pasport? English? Give me your passport. Sorry, we cannot put the foreigners. Take back. Wait. No, we cannot take this. 到了。Okay, come here, faster.
你是中国人？你也是？来旅游的？找虫子。我叫郎世明，你好。This is your room. This is your room. Thank you. Welcome. 终于到了。啊，到了。我是位我老师，没说没有用的。我在路上想了好多，我哪里来冒这个险啊？冒多大险我都愿意。再说了，陆伟未必是坏人。那你让我们分开走，还假装不认识，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老师已经不在了，我不想让你再冒一点险。哎，我回去吧。他真的认识陆伟吗？介绍他的是一个差点死在了我的网珠嘴里的朋友。差点？什么叫差点啊？我救了他，他说这人很可靠，应该没错。同志，车子坏了，走两步了。你是四川人啊，乡音南嘎呀，来这多久5、6年了。你当过兵？嘿，你哪个晓得？猜的。哎，同志，这到底还有多远啊？哎，坚持一下嘛，马上就到了。哎，快点，快点！哎，同志，是不是走错路了？你晓得路？我看这植被和虫子不像附近有人居住的样子，但是路我不知道。这条是近路，一般没人走。走吧。哎，陆伟是不是四川人？不是，怎么了？没事。哎，我想起来了，他老婆好像四川人。
你在干什么？我们这是越南巨人蜈蚣，放着不管的话，很快就会发毒。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们杀了我老师朱家木？不告诉我没关系，我能找到你，这也能找到其他人。是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疯了。你他妈才疯了呢！我没骗他，他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完成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他要报仇，快点，我们也想。可是没人想没有命。给我，给我。和平，和平。拜托你这事儿，我儿子，我儿子就疼了。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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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当年我留下朱和平的血样，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念想，想着呢，如果有一天老师可以平晚昭雪的时候，朱和平也能上天有灵。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理智冷静的人，其实不是。人呐，就是人。你当时为什么把实情说出来了？陆伟已经死了，我什么证据没有。更重要的是，我当初一心想的就是给老师报仇，给朱和平报仇。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有觉得这种报仇的方式是错误的吗？很多错误的背面都有一个正确的理由，这个理由越正确，犯的错误就会越大。李卓也是我杀的，林川一直在李卓那儿做催眠，
其实，李卓是被我收买了。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回去了。跟李卓说的一样。李卓，明川的病历一定给我搞妥了。明川以为他是为了他小时候被抛弃的事儿，怕心理上出问题，影响当法医。其实不是，因为明川小时候就认识我，是我把他从福利院接出来，交给灵犀抚养的。一般的人记不住3岁以前的事情，可明川不是。朱和平已经死了，明川对我很依赖。可那个时候，我必须要为我老师复仇，为朱和平复仇，所以我不能带着他。后来我们查到了李卓，你们查到他头上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他给杀了。其实我是准备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的，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李文正、吕秀琴的死也是我设的局。你送的那瓶水检验报告出来了，三唑仑。我就是想啊，不能让明川扯到这些案子里。之前你做那么缜密，为什么还要报警把我们带到海边小屋？就不怕暴露自己吗？因为明川告诉我，他想结婚了。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头一回跟我这么说。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的爱立信的，所以我不能总是这么顶着甘善的雷，我要洗白自己。我就利用了朱和平的血样，设了这个局。笔仙，笔仙，快救我！如果能这样的话，明川就不用总想着出国去了解朱和平的真相了。但是，当笔心来我家向我求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儿还是没有瞒得了你们。我只能绑了笔心，为我脱身，争取时间。宋字好啊，那写个什么呢？写个重熙累业吧。重熙累业。你醒了？这是哪儿？这是哪儿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着出去。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别费劲了，我把你弄到这儿，就没打算让你出去。作为一名警察，你已足够优秀，别人没有发现的都被你发现了。只可惜你遇见的是我。如果这个沙漏漏完了，你还没出去的话，你只能光荣地息容在这里了。即便是侥幸的能出去，你也再也见不到我了，因为我已经走了。祝你好运。你考虑过明川吗？比心现在怎么样？他挺好的。能不能告诉我，比心是怎么想到我家去讨资的呢？罗队说了，他始终不相信有人连自己的名字会写错。明熙那个熙字，你从来就没有写对过，对吧？有这么聪明的女孩陪着明川，我也就放心了。有人吗？救命！救命！有人吗？有人吗？一个人的身体50%到60%其实都是水，脱水致死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口干、舌燥、肌肉痉挛、呕吐、产生幻觉等等。放了我！你别走！你别走！为了让你充分地享受这脱水致死的过程，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高温、干燥、封闭的空间，让你好好的享受这痛苦的过程。不要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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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放了我！来人啊！放了我！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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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救命！郎世明只是承认了所有案件都是他干的，多余的话一句都没说。这么多受害人，这么多调查，他都已经输了，还给我们出难题。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的。丁队，这个案子现在说也算是结了，要不你给我们捋一捋？哼，你跟你的比心姐秘密调查那么久，要不你给我们讲讲？哎，丁队，谁跟你说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天督察突然来问明川的话，
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背后有事儿啊。那你那天还跟没事人一样。那是内部有纪律。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明川去放假的话，那对他是一种保护啊。哎，丁队，你这么说可不像你性格啊。按照你以前这种事情，你不会不说的。是啊，丁队，你是不是在比心姐被调过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猜到了？怎么说呢？也算是老刑警的一种第六感吧。这么跟你讲啊，不是我吹牛，我老丁干了这么多年刑警，当个队长那是绰绰有余啊。这时候罗比星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面的安排啊。如果只是一般的内部调查的话，那也应该让罗比星当一个片警，有利于隐蔽他的身份。但是突然当我们的队长，那他调查的人可不是一般人。再加上他一来就那么针对明川，就是有个人挺特别的，我对他的工作态度有点质疑。法医中心的明川，到最后都成了明川的邻居了。罗队，明川故意隐瞒了自己接受心理治疗的事儿，通过这个，罗比辛查到了李卓。我就是这个时候才知道比心姐在调查明川老师的。本来这个李卓啊，可以把整个怀疑链画上句号，但李卓的死亡改变了一切。哇，这么重的煤气碗！比心姐，尸体在这儿。在李卓死亡现场发现了一根头发，有一个影子凶手隐藏在幕后。但这个时候，罗比辛查到了一个更大的线索：甘善的被害人刘斌。罗比辛在刘斌的团伙家中找到了一张地球村孤儿院的照片，而这张照片中的男孩跟罗比辛在郎世明家里看到照片中的男孩非常的像。明川小时候很可爱吧？不能说像，简直是就一个人。其实就是明川老师。明川是曾经刘斌拐卖儿童团伙的一个目标。这个影子凶手啊，他感觉到罗比辛和明川一定会查下去，所以抢先一步控制了杨爽，杀害了地球村福利院院长吕秀琴，再企图投毒杀害地球村福利院档案管理员的李文正。而巧合的是，李文正是买水给他儿子李乔喝的。你借我点钱搞音乐怎么了？我不接！你搞个破洋馆我就不接！自己找。我知道你有钱。王一涵。但李文正却因为李乔和王一涵的冲突被杀害了，这帮助了凶手一个大忙。这起案子都是为了指向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掩盖我师父的身世之谜啊。可是郎世明为什么要掩盖明川老师的身份呢？其实是应该郎世明想掩藏自己的身份。就为了隐藏这么一件事情而杀害这么多人，我师父不知道吗？在一切查清楚之前，明川是无法想象自己的老师是一个杀人恶魔。至少从情感上，他是否定这种假设的。但是明川你们是知道的，如果在法与情之间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法律。但是这又怎么能跟甘善联系到一块儿呢？对啊，郎世明隐藏明川老师的身份，并不代表就是干尸案的凶手。整个干尸案最大的谜团就是杀人动机。凶手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去制造干尸？救命！能选择这样报复的，应该是同态复仇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凶手才会选择。你们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答案。您是说他是在为另外一个以同样方式被害的人复仇？对，这个人就是明川的爷爷朱家木。明川的身世一查明，马上就可以联想起干尸和沙漠。世明啊，你的自制力强，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啊，研究不能停啊。这个家可就交给你了，回吧回吧。根据我的了解和调查，这个朱家木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沙漠绝密科考队，有一次他出去找水，后来这个人就消失了。朱家木失踪以后是在沙漠里慢慢累死、渴死的，但是在郎世明眼中，他是被队友害死。干尸案的受害人
也就是这支科考队的队员。朱家木失踪以后，当年的科考队员基本上都改名换姓，让我们调查起来非常的困难。郎世明的案子结了之后，我们才找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可是以刘斌的年龄，他应该不会是科考队的队员吧？刘斌不是，刘斌的父亲是。刘斌的父亲在10几年前已经死了，所以应该算是父债子还吧。也就是这么说，最有可能作案的凶手是朱家木的儿子，老师傅的父亲朱和平。我们已经证实朱和平在多年前已经死亡。朱和平之所以再次进入警方的视线，是因为郎世明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和你亲生父亲朱和平，当年的确是好兄弟，干涉案可能都是他做的，这也是郎世明的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这个郎世明看起来是将明川老师视如己出，但实际上，你想能做出这么多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怎么可能有正常人的伦理情感？其实我觉得，郎世明跟朱家木的关系远比我们知道的要更深、更复杂。根据我的了解和调查，朱家木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我国动乱之后那种人才空缺的情况下，朱家木深感焦虑，而郎世明他那种坚韧和专注，正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所以朱家木就将郎世明视如己出，每天呢都带郎世明回家吃饭，照顾他的生活。这个让郎世明啊，在10几年之后再一次感受到父爱的关怀。哎，还记不记得之前王一涵的案子？这个郎世明和王一涵一样，把幻想出来的理想父亲状态投射到朱家木的身上，甚至比王一涵更加深信。朱家木的死对于郎世明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个老师，更是失去了一个父亲。这让他一下就联想到3岁的时候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被人打死的那种情感剥夺，所以导致他的生活再一次失控，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忍受了。而陆伟的死，正是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杀人可以去填补他的欲望。这么多年，郎世明其实一直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在他编造的故事当中，朱和平说的话，其实是郎世明他自己的心声。我错了，错的是你，是他们，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他们做错的事，却能逍遥自在的过好日子，而我爸却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残在沙漠里，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其实郎世明的干尸案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觉得天衣无缝，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关键性的证据，但是我们的怀疑范围已经缩小到明川老师，离郎世明也只差一步之遥，他只能用一个漏洞去填补另一个漏洞。百密终有一疏啊，钱包就是他最大的失误。郎世明的失误远远不止这一个。第一个失误，30年前郎世明签领养证明的那个错别字“妻子”。第二个失误，李卓家里留下的那根头发。第3个失误，那个钱包。第4个失误，在明川面前伪造现场，伪造伤口。第5个失误，就是没有杀害你的笔信。他还是可以杀害毕信杰的，但是他却选择手下留情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也许郎世明不想让明川像自己那么孤独吧，有一个爱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所以他铤而走险地编造出来这样一个假的朱和平。可是他这样一做，就是他之前做的所有的案件都漏洞百出了呀。会不会是他心里的潜意识促使他故意犯错，为了让我师傅可以查出真相？哎，你们知不知道我师傅在码头抓到郎世明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一下，你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比我想的还聪明。郎世明是朱家木的徒弟，我师傅呢又是朱家木的孙子，郎世明又是我师傅的师傅，所以郎世明对我师傅是十分关爱的，甚至会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破干涉案也是为了成就我师傅。也是，还有什么能比让自己的儿子来超越自己、战胜自己更能有成就感的呢？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有另一种可能，其实郎世明并不是爱明川老师，而是过去的自己。明川老师在很小的时候和郎世明一样，都是孤儿，所以郎世明在明川老师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他把自己曾经最想要得到的那种关怀
投射到了明川老师身上。与其说他爱明川老师，但实际上他是为了补偿自己童年的欠缺。可以啊，你们进步神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郎世明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郎世明自己知道。我想让世界知道，你曾经活过。我怎么到这里来了？你不是喜欢虫子吗？明川的，刚走，和他爸爸一块儿。不可能！别激动，这样对你的病不好。我得什么病了？做噩梦了吧？明川，明川，快来救我！明川，快来救救爸爸！不，朱和平才是明川的爸爸。我才是，他是我的儿子。与其说他是你的儿子，不如说他是你的作品。你毁了自己的人生，想让明川替你活好，但这都是为了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真的爱过明川吗？你真的为他着想过吗？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明川呐。那你完全可以选择，将朱家木的死亡原因调查清楚，并且公诸于世。如果你真的为了明川，你就不会泯灭人性，把4个人活活的做成干尸。我、吕秀琴、杨爽、张丕林，你已经丧尽天良，10恶不赦。我在为我的老师报仇，我在保护明川，那些人才是10恶不赦呀！你凭什么为他报仇？你有这个资格吗？你除了做过他的学生，跟他毫无关系。不，有关系，他就是我的父亲，你不懂。别骗自己了，啊，这是你自己的幻想，是你为自己变态人性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承认吧，你就是喜欢杀人，就像你一直杀死那些昆虫，并把它们做成标本一样。杀人？我喜欢杀人？谁会喜欢杀人呢？有人会觉得幼年丧父的你经历了苦难，会使弱小的你变得坚强。可是我知道，你只有面对那些小小昆虫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有了掌控力，会觉得自己可以有一点点力量。但是你觉得不够刺激，不够满足，所以你才开始杀人，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但这都是假象，你在自己欺骗你自己。3岁的你有多么的弱小、卑微、无助和可怜，现在你的内心也一样弱小、卑微、无助和可怜。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不应该去死吗？如果当初他们能去救我的老师明川，就不会失去他的爷爷，更不会失去他的父亲呀。你一直用情感作为你的挡箭牌，明川尊重你，敬佩你。你原本有机会成为他的父亲，可是你却亲手毁掉了这份干涸心灵之上唯一的情感绿洲。现在的你，只是最后一具永远也不会发现的干尸。
你知道吗？人体有55%到65%都是水，脱水致死大概需要3到5天。为了加快这个过程，我们为你找了一个封闭、高温、干燥的地方，希望你能好好的享受脱水而死的痛苦。你们都死了，这不是真的。等你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罪行都发生在夜里，因为在阳光底下，任何罪恶都将无处遁形，也最终将受到审判。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存在的意义：生活在黑夜里，把那些躲在黑暗的肮脏拖到阳光底下来。所以现在，我亲手将我的恩师拖了出来。你说他杀了那么多人，夜里会做噩梦吗？我现在不确定，坐在里边那个人到底是谁。我是不是从来真的没有认识过他？其实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你的爱才是最大的破绽。我研究干尸案很久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太周密，太聪明，冷静得让人害怕。如果不是把你从孤儿院接出来，交付给你养父，斩断跟你的一切联系，现在他根本无懈可击。明川，从始至终，他对你的爱都是他最大的败笔。雨欣姐，啊，劳累恭喜。谢谢。进。钟局，案子已经结了，你可以调回去了。是想留下来吗？是。我因为干尸案调来彭海，现在因为自己喜欢，想留在这里。是因为明川吧？因为明川，也因为你们。好，明川呢最近状态不好，我给他放了半年的假，你有空多陪陪他。嗯，谢谢钟局。去吧。明川老师，
川老师。明川，明川，明川。喂，丁队。陆队，明川老师找过你吗？没有啊，怎么了？我到他家，他又搬走了。啊？我不知道啊，什么情况？好，你帮我找找。啊，行行，你别着急，我找找。那个，有你们真好。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能治明川的人终于出现了。哎，咱们一起拍张照吧。好。来，3、2、1，耶！师傅，干尸案终于破了，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好好监督您治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庆祝干尸案终于破了。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你们不必担心。我还想再多活几年。我希望，在我闭眼之前，能够看到你们有更好的发展。明川，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我送罗比心去彭海调查你的地方。我欠你个道歉。陈局，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跟我有关。毕心查我，他是对的。明川，你能有这种想法，我感到很欣慰。这段时间以来，我通过罗比心和各种渠道，对你有所了解。在你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你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最想看到的那种警察。干尸案对你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我相信你一定能从低谷中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启程之时，你会走得更远。作为警察，你必须坚信这一点。就像一公一山，警卫填海，我们站在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上，只要前进一步，光明就能够前进一步，黑暗就能够退后一步。你们说这个世界能不会变好吗？作为一名警察，不为苛责，不计回报，一腔热血，怀抱初心，坚守平凡，为普通百姓默默提供一种安全感。可以说，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